有一说一啊，就是你站在这儿，它完全不像是中国的景点。这个雕的确实挺不错的，太有感觉了。你看，还有徽章。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绝不是去看几个你没有见过的景色，去几个你没有生活过的地方，然后带几张照片回来，时不时翻出来让自己用来怀念。这只是旅游而已。就好像三藏去天竺取经，目标在远方，但之中的路程才是修行。发现生命中更多的颜色，去感受那种你没有感受过的自己，我觉得才是旅行的意义。大家好，我是博尔飞。今年我一直就在东南沿海，各种各样的海滩、港口、码头也看得差不多了。我想我可能把过去10几年对大海的向往都给用完了。但直到我听说在宁德的三都澳的岛上有个修道院，听说这个修道院依然还是个修道院，这让我又兴奋起来了。我还真的没有见过修道院是什么模样。我查了一下，听说这个三都澳是中国最好的深水港湾，同时可以停100艘航母。当然，这里离台湾很近，军事重要性很高。我打开导航一看，不到200公里，收拾出发。不过，我完全没有料想到，这次的旅行大大的超过了我的预期，几乎就是一直在给我惊喜。旅行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吧。你们知道开车的好处在哪儿吗？就是很多情况我不用做攻略，路上总能发现惊喜。在去宁德的路上，我看到地图上有个炮台，我来了很久，还真的没有逛过炮台。反正路过，来都来了，那就停一下吧。一开始我还犹犹豫豫，你们看这条路像是一个前方有景点的样子吗？他们甚至在路边连个指示牌都懒得放了。我后面还查了一下，这个炮台还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个样子，我都开始怀疑上去以后是不是只能看到一个类似于土堆遗迹之类的地方。这爬了半天才看到标识啊，不错，还有人来喝茶呢。哎呀，你看整个从连江到马尾鼓山全是炮台啊！宁夏司令部旧址，司令部在这儿。中共长门炮台支部遗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不需要看门了。哇，我以为还挺大呢，我以为就是2门炮。爬了10几分钟，终于上去了。这一眼望过去，满是惊喜。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海防炮台。这个长门炮台建于明崇祯年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海防炮台之一，扼守着闽江入海口的北岸，有闽口要塞总台部之称，见证了中国近代海防的兴衰。在道光年间回福州养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曾亲自巡查并重新规划督建长门炮台，使其防御体系更加完善。但是马江海战的失利也让这个炮台更有历史教训的意义了。这炮管子是真的是假？哎呀，怀疑是仿的吧？哇，这真是可以来玩的一个。我这一炮得把这地都给震3响了。广元1891，这都锈了。他们真的是准备放在这儿吗？就烂在这里了。这些都是石头，这些都是石头。这是炮管啊，还有这些是铁。哇，
觉得应该给它做一个玻璃罩子，给它维护起来。这也算是咱们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些物件儿，对吧？我觉得法国人也挺不容易的，不远万里开到这边来。当年啊，站在这个岷江口，大脑又开始脑补当年打仗的画面了。不过即使没有这个炮台，岷江口和这个长门特大桥现在也是一处绝佳的风景。我现在觉得福州人对待旅游这件事儿可能有点不太上心。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后面几期聊福州的时候可能会介绍到。我这种心不在焉，走走停停，直到下午3点才到这个三都澳。主要是路上的风光是真的不错，一直在海边的自驾的心情，可能就是目的地越远越好。到了去三都澳的码头，下一班船还有40分钟，正好还没有吃午饭，就在码头找了一个小店随便吃了点。我完全没有想到在福建的海边还能有米粉吃，这赶紧来一碗。不过这个味道嘛，反正和我之前吃的米粉完全都不一样，无所谓了。大半天没吃饭了，吃什么都是香的。这单程票才10块钱，要换一个硬币投进闸机，这就不是什么景区的价格，完全可以说是岛民的福利了。我也算是沾了岛民的光。等了大半个小时，船来了。我好像今年还没有登过岛吧？最晚的返程船要在5点半，我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的时间大概也就只够逛一个地方了。我一想，今年好像还没有坐过船吧？这10块钱就可以完成一个小任务，配上旁边的风景，这小船坐的还挺享受的。用不了15分钟就到了。为了节省我这宝贵的1个多小时啊，我就坐了一辆3蹦子摩的。注意了，码头停了很多3蹦子，到这个修道院其实也没那么远，走路也就20多分钟。有人会找你要15块啊，其实10块钱也可以，也许有更便宜的吧，反正我是没碰到。这个岛没有什么可玩的，就是这个修道院。我有一说一啊，就是你站在这儿，它完全不像是中国的景点，就是特别的欧洲，就是这个视角下去啊，没有任何的中国元素，你知道吧？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他们要是稍微再装修一下，这个拍照在这是很好。罗索里修道院始建于1891年，前面的天主堂为1932年由西班牙籍主教赵秉文募集资金修建，为西班牙哥特式建筑。我是在国内啊，从来没听说过修道院的，修女什么的更是完全没有见过了。所以呢，特地开车过来看看这个海岛中的建筑。不过这个修道院的确没有让人失望。我是20年以上的生化危机的老粉了，这种建筑看起来简直就像那种游戏里搬出来的似的。你们看这个，特别是看到这个雕像啊，狗嘴里叼的这个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隐藏了什么机关？我居然有一种想爬上去掰一下的冲动。
其实啊，《生化危机》对于欧美人来说，代入感更强，因为他们身边就有很多这种建筑。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建筑就很难得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希望这个老建筑里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件。但这种文化元素，毕竟伴随着我们年轻时长大，看到这样的场景啊，脑子里总能幻想出一些奇异的画面来。逛这里的体验啊，也就更加独特了。就完全不像是一个中国的放在中国的教堂，就是中国有很多教堂都有了中国味儿。这个穿着朴素、正在浇花的是一个修女，她帮我对修女这个职业祛魅了不少。还是修女院哈？您是修女吗？啊、不用穿什么衣服嘛，就无所谓。这平常如果有仪式了再去。有仪式的这种。啊。已经下午4点半了，我是没想到我还能进去参观的，又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参观这个修道院的1楼的展示厅，的确有一种奇妙的体验。那我就自己在这转一圈了，你不用带我。好，谢谢。这也不是地下室，这是。这个有点像地下室，其实是1楼的展示厅，光线不太好。看到里面的这些展品啊，让我这个恐怖片看多了的观众啊，总是产生某种奇异的联想。特别是看到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效果更加明显。我声明一下啊，这一定是我的问题啊，绝不能怪人家这个修道院。这个耶稣有点黑，圣体光，这是民国的。看到这个展示修女服装的房间，这种效果简直拉满。你们仔细听的话，外面还有传出修女弹钢琴的声音，真的，我都觉得这是我参观过最带劲的一个景点了。这会儿我就特想知道，晚上住在这里是什么感觉。852A 型。我这个生化危机玩多了，来这种场景就挺吓人的。这种建筑在欧洲其实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但在国内能保护这么好，居然还在使用，确实有点难得。据说这个建筑是幸运的躲过了日本人的炸弹才得以保存的。这个小圣堂就看着可爱多了。总之呢，这几个字放置的方式啊就很本土化，一下子就化解了来自西方的沉重感。楼上是人家修女起居的地方，自然就是不能参观了。不过这时候我已经非常满意，我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带什么期待，所以现在收获的全是惊喜。前面的天主堂关门，所以只能看看外面了。不过这种风格的教堂在国内就不少见了。其实东南沿海有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现在依然如此，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佛教的影响力了。可以想象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力有多大。说实话，得感谢这些修女，这又要弄成什么景点呀？我估计完全就不会有这样的游览体验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溜达回码头准备返程。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福海关的旧址，时间不够了，只能下次有机会再说吧。在海边一边欣赏夕阳的码头的风景，一边等船，感觉这3个小时非常舒适，这比去任何人挤人的景区不知道要好上了多少倍。有人会在评论区问我为什么不用上班，
说句实话，我现在的收入可能比我上班的时候少了不知道多少倍，但现在的我收获的那种真实感和开心，远远大过于过去我10年上班的体验。其实上班并不是让人真正难受的根本原因，难受的是毫无目的的在工作，或者是为了其他人的目标在工作，那才是最难受的。我那时候挣的钱没有让我获得半点开心的感受，但这来回20元的船票反倒收获的是长久的满足，这种满足可能多年后依然没有办法忘掉。这个码头非常安静，气温不冷不热，晚上我也就懒得找酒店了，就地露营。这一天圆满结束。我第2天的体验可以说一点都没有降温，没有一处是我预料到的。说霞浦是中国最美看日出的海滩，但这个时候时间正值中午，霞浦空旷的海湾公路就已经能让我感受到这里的风景了。走走停停，整条公路都是风景。我随意驶向一处海滩，我甚至都不能把这里当成一处景点，就是海边的一个村子的沙滩。正值中午，海滩上一个人都没有，估计也不会有游客来吧。我的车也能开下来吧？算了，我一个人，陷车了谁救我？真陷车了，我去！我还说开下来呢。这车上坐的人多吧？烧烤。就在我以为这是个无人认领的海滩的时候，谁知道这里还真的有一个咖啡馆在营业。我在想，这咖啡馆开在这么隐蔽的地方，必然有其奥妙吧？探索一番。哇，还营业着呢，人家是真营业，我以为没有人营业。我看这路上都没有到这路啊都。这里有一位帅气的小哥在经营，你还别说，这种气质的咖啡馆审美完全在我的点上，装修风格轻松且自得其乐，避开拥挤喧闹和繁华，面朝大海，这不比那些景区里喧闹的咖啡馆好多了吗？这简直就是一处世外桃源，老板非常会选地方。我果断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我是没预料到我能在这里将近聊了3个小时，大概是因为我和这个老板岁数相仿，世界观也就大差不差了。从什么婚姻啊聊到工作啊，聊到生活状态啊，吃喝玩乐，反正最后一通聊下来，我是知道我为什么会被这样一个场所吸引了，且能在这里享受这么毫无目的的3个小时。大概就是这种臭味相同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吸引力。我问老板，我说你咖啡馆开到这里也没人看得到，不怕没生意吗？他说能找到这个地方且还能坐下觉得这里好的，那就是他的顾客，那其他的人他就不在乎。这种不真的世界观和我也差不多，所以我也就坐下来。这种毫无目的的享受海风海景聊天喝茶，那就是今天最大的收获了。差不多了，到了傍晚了，我说我该找个地方看日落了，他就给我指了个本地知名的地点。有一说一还真有四舍五入到非洲平原的感觉。
最后一天呢，整个福建终于迎来了降温，我连续6个月的夏天也终于结束了。南方的夏天真的是异常的漫长，这时候的北方已经有的地方下雪了，我还有点想念北方了。早起的天气阴沉下来，所以日出肯定就没有希望了。这是我昨天露营的这个海边啊，本来是想来看日出的。这个叫高罗海滩，看来日出是看不着。昨天晚上这还有一辆露营车。哎呀，终于凉快了，你知道吗？就待了，在福建这边待了这么久，很热的，就每天都是30多度、30多度。前2天上周还36、7度。我这早上起来，现在是6点都不到呢，这么多人来看日出了，看来是看不到。那边那海滩上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在这儿呢，在菜市场。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海边的小镇，清晨的7点多，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开门了，连卖家具的商店都开门了。乡下的生活节奏完全和城里不一样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小镇有什么特色呢，就随便找了一个还算比较干净的面馆坐下。这碗面呢，吃的我有点意外啊，感觉我在福建这么久，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这早上一下子精神就抖擞了。吃完面呢，再买点吃的，准备路上饿了补能用，免得到处再找吃的。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公里的海湾公路，峡谷的2个大岛，开车真的是非常好的体验。各种海边的风景、渔港、海湾，还有跨海大桥。加上今天这个阴沉的天气，居然有了一点点北欧海峡公路的感觉。总之啊，这样的风景也不在我的预料之内。真不错，这儿。还有一个跨海小桥，不算大桥对吧？跨海小桥。来，超过去。这个岛上啊，还有空着的民宿，你完全不需要订酒店，你带一个，还有好多狗呢，我把狗吓跑了。哎呀，这民宿，这没开张，我去，你们看这风景。绝了！这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叫什么三都澳的这个港湾。因为我从前面那个方向绕了一大圈，然后到这边。遇到了一个海角民宿，完全想象不到这样的风景，这个民宿竟然烂尾了。貌似也没有任何人在管理这里。你们谁要是有机会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露营，晚上一定风景绝佳。哎呀，今天
下子就凉下来，风就大。接下来我又停留了一些海滩峡湾，在我以为这次旅行就要结束，进入返程的路途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机缘巧合，我在这个狭窄的山路上，居然拐进了这个还在建造的寺庙，名叫华严寺。你们都知道我特别喜欢大同的华严寺，但我完全被这个建筑的唐建的造型和木质的结构的细致给吸引了。或许全是木构结构啊，没有一点含糊，挺认真的。这盖了一半，已经开始用了。啊，不用，就可以了，没事，看得见。昆庐真境，这个风格从来没见过。从外面进来还觉得不怎么样，你进来看还可以。你看这个光照。我看着真是，这个木头是哪进口的呀？这全部是进口木头。从哪里进口来的？可能是非洲哪个地方人不知道。哦，看着真是，全部是这种木头进。做的还挺精致，这个地方。啊，这什么时候能盖好这些旁边的？盖已经。你要到楼上去喝杯茶，你才知道什么叫不错。海景房。你看海景庙是吧？海景寺庙，这真是可以。就是看了这片海景，所以决定回来在这边。建庙，那得这个寺庙是唐朝道场。唐朝原来我们是对啊，是唐构是吧？看这个寺院本身也是在唐朝的时候就开始，就原来就有这个庙。公元683年就开始哦。鼓山湖州鼓山涌泉寺的原来一个老和尚过来建的。哦，您现在是什么主持？啊？您现在不是主持吗？我就当家嘛。当家叫主持吗？还是什么呀？我不也可以叫做主持。我不懂啊，我就随便问。我知道，能看出来是唐构，但是那座是我们请的获得中国鲁班奖的那个古建鲁班奖的那个大师过来建的啊。这个是他当年他徒弟建的啊，我感觉他徒弟建的没有，还差那么一点点，后来请他师傅出山。来建那个已经可以了，因为我老去各种寺庙拍，所以已经是可以了。有的广播上去喝杯茶，反正闲着也行啊，可以坐会儿。本来只是准备进去看一眼就可以走了，但完全抵挡不住这位热情的僧人的邀请，来到他们的办公室喝茶。来都来了，反正也没什么大事。之前呢，从来也没有到哪座寺庙还有僧人邀请我去聊天的。我直到走进他这个办公室的窗前，才发现这个寺庙在这座山的山腰上，正对的是一片海，海中有一座山，这简直就犹如仙境一般的绝景了。不知道每天看到这样的景色是什么心情？家庭人与人之间，他那个关系特别紧密，特别有人情味。那西方那边反正我生孩子是因为我的欲望，养孩子，18岁之前不养他可以告你，因为你没尽到这个义务。然后我老的时候，他要不孝顺我，他可能说他有这个义务拿点钱来给我养老，但是他也可以不给我养老。对，那他那种人情味特别薄。我没有想到和一位僧人聊天能这么轻松。他特别健谈，就和普通人聊天没有任何区别。或许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影视剧看多了，总觉得这些僧人身上会有一些高深莫测的东西，但是越聊就越觉得他们和普通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附魅的过程。他跟我聊了一些故事和经历，他把他所知道的佛教思想融入到了这些生活经历和遇到的事情和人里，而这些道理其实都是普通人应该去了解和理解的。在聊了1个小时后，我就越觉得我不能再叫他僧人了，叫大师可能更合适一些。
他聊到10几年前去山西佛光寺的经历。原来我10几年前也去了山西佛光寺，我们的经历有点过于相似了。我不迷信，或许这可能就叫做佛缘吧。然后我们又跑到了这个寺庙的工地上，正对着这片海坐着聊天。这一聊又是1小时，倒是也没有聊什么佛法和经学，他也没有刻意要向我普及什么佛学，但对话里没有一句是离开处世之道和世间百态的。这种体验完全超越了我昨天在咖啡馆里的轻松聊天，有点像中国画里经常画的那种一个游人和高僧之间的对谈。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体会我当时的心境，结合眼前的一片山海之景，反正是有点抽离现实了。你们看他的袜子，我和他聊了2个小时后，我非常确认他就是一位高僧。你出家人跟俗家人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呀？哎，你有你的清规戒律啊，你能守得住你的这种的修行，这一片你修行你这份定力值得让大家尊重。你都已经跟个俗人一样的娶妻生子的时候，甚至比俗人更坏，你让别人如何来尊重你？你跟俗人无异了，没有任何的区别了。那世间人干嘛要尊重你啊？当年据当地的长老那老人家讲的，这是一只白鹤，鹤的头在那里。你看这观音念菩萨将来就看的那座山。对。当然上面树将来会稍微修一下。我和他约定，待这个华严寺建好了，我再来这里看看，也拍一下这个用心建造的寺庙，再和他畅聊一番。你们如果有机会来霞浦，也可以来这个华严寺和这位大师畅谈一番，或许你也会有自己的一番收获。就是很神奇，你知道吗？就是这次旅行呢，遇到了2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然后都是那种有一种仙气的人，然后就是像世外高人，你知道吧？你看的隐藏在这个海边和山林中，然后又能让你觉得能够获得不少心得的一些人，真的很意外。我回忆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过这么让人内心满足的旅行，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一切都无法预料，一切又来得那么自然。这些海边的风景和这些神奇的人，好像一次心灵之旅，就如同多年前安排好的一样，在这里如期而遇。你不得而知，也没有办法计划，你更无法拒绝。谢谢大家，我是波尔飞。